你干什么？我媳妇儿都死了，你还要糟蹋她的尸体？你让他来，我今天就要看看他怎么用2根小葱把死人变成活人，居然质疑我爹。他今天要是能医好，我都成医生了。这都出血了，你还不停手？你就是把病人的耳膜戳破了，也救不回来。你坐堂坐了30年，是坐在上面修棺材吗？这都不知道，出血说明有救了，没血才是死透了。你身为中医，这最基本的医学常识你都不懂，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想治好病人？你之前医死的那些病人，就没有一点愧疚吗？媳妇儿，你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谢谢你啊，师傅，你简直就是神医啊！我想今天这事儿可能没这么简单。刚才这位秦师傅说我媳妇儿没救了，还说治疗费用贵，又不一定有效果。现在看来，他就是在撒谎，想骗我的钱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救你老婆的是我爹。你老婆本来就死定了的，香炉里是我调制多年的中药，他是闻了中药的味儿才醒过来的。你们还在这睁眼说瞎话！哎，以前被你们医死的病人，是不是也是你们故意的？这个方法在《本草纲目菜部》第26卷葱写得清清楚楚，你连医书都不看，也好意思行医？秦师傅，你身为中医，却如此医德败坏，你对得起这身行医的医生吗？你之前医死病人，是不是还贿赂下属，销毁证据？你闭嘴！一个实习生，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，居然把自己当医生，你就是个伙计，这有你说话的地方吗？秦师傅，我忠告你一句，你是一个中医，不是一个商人，摆在你面前的是活生生的人命，不是你赚钱的工具。我亲眼所见，病人是小科治好，你们怎么能无耻到这个地步？为了钱就可以随意说谎，不顾及病人的死活吗？燕店长，既然你这么捧这个实习生，那我就只好当场辞职了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，你这阅微草堂怎么开下去？爹，你……但话又说回来，3天后的万民医会阅微草堂，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去？万民医会没听过了吧，土鳖？万民医会是只有像我爹这样的老中医才有资格去的，像你这种没有资格证，连门都进不去。秦师傅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没事儿，可能就是没休息好，老毛病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阅微草堂也没有医师了吗？刘董放心，我已经在秦师傅的烟里加了东西，分辨不出药材。各位，万民医会第1场比拼药材评比马上开始，有请叶师傅、秦师傅。好，欢迎！需要在8分钟之内将你们面前的药材准确区分开。计时开始。我爹这是怎么了？平时不这样。比赛结束。秦师傅，你这次分类有些小失误，真的不应该呀。叶师傅分类准确，速度较快，这次比赛叶师傅胜。秦师傅，您别太在意，要不我们先休息一下吧。你先回去休息，这里有我们呢。阅微草堂的还有我。秦师傅，这是怎么了？你，又是你。时间还剩1分钟。计时结束。
居然连年份都分得清清楚楚，没有20年的功力是做不到的。这位少年，中药的药力和年份息息相关，这只不过是我平时的一点点积累。哼，一种药材分好几类，你以为这样就算厉害？年轻人，不懂就不要乱说。这个小友对药材的理解远超常人。从明年开始，年份要纳入评比之中，这都是他的功劳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刘老居然为他改变规则。是啊，你看他年纪轻轻的，难道真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？我不过是阅微草堂的一个跑腿伙计罢了。看来从阅微草堂出来的也不一定都是人才，不过是一些见风就倒的树根罢了。你个后堂伙计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第一项评比既然已经结束，那就请各位通过的医师随我去参加真正的万民医会吧。等一等，刘总还有话要说。其他的我没意见，但是这个人，他不过是个后堂伙计，他根本就没有行医资格证，凭什么跟这么多医师一起去？这位小伙子的食药能力非常出众，但确实没有资格证，不符合规矩呀。听到没有？你就是个伙计，去把地扫扫就算了。看看，这才是行医资格证，你有吗？万民医会必须要有资格证才能进入吗？那倒也不是，除了医师以外，只有各位医界泰斗和医圣可以随意进入。怎么，你要说你是哪位泰斗和医圣的私生子不成？不就是一张行医资格证吗？谁说我没有？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有资格证？你有资格证，不是可以直接去坐堂了？每一个拥有行医资格证的都在30岁以上。你一个20岁的小兔崽子，你说什么大话？就是一张行医资格证，看把你们吓的。资格证呢，我确实没有，不过我可以现考。什么？他要现考？这真的能做到吗？笑话！一张中医的行医资格证，不仅需要坐堂20年，还需要有足够的医治病例，至少需要100名的医治案例，再通过3位老中医的初考、现考。你这伙计是把中医当成驾照了吧？这伙计疯了！你有一条符合吗？燕总，我都可怜你了，你去哪儿找来这么一个疯子？阅微草堂的脸啊，都被你丢尽了。我相信他。自从中医设定评判标准以来，每一位中医都要深入体察民情，根本就没有现考这一说。这个伙计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你就坐堂坐1年吧，到时候老夫亲自为你主考。什么？刘老要亲自为他主考？真是羡慕了呀！刘老10年没有收徒，这是看上了呀！谢谢你，不过现在有没有资格证并不影响我，我现在只是非常迫切，想要扇这几张狗脸。畜小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根据中医最新评判标准，如果一个考生能够连续挑战3位中医，就能破格录取；中医失败则吊销资格证，考生失败则10年内不许复考。我第一个就要挑战你！什么？这一个20多岁小年轻小伙子，居然要挑战3位老中医，这也太天方夜谭了吧！真的假的？他以为自己是医圣在世吗？笑话！我凭什么接受你的挑战？你只不过是一个后堂打杂的伙计罢了。有些中医拿着资格证却尸位素餐，怕是连一个后堂伙计都比不上了。你不就是个后堂伙计吗？叶师傅，跟他比。不过平白无故就想挑战，哪有这么容易？要挑战可以拿出100万来，我们就接着你的挑战。我阅微草堂出资100万，请柯其美挑战叶师傅，请吧。燕总，你这是把嫁妆都搭进去了吧？要是输了，你就嫁给这个后堂伙计吧。总比某些人嫁不出去要好。但是中医资格评判根本没有这一条。柯其美，就算你真的挑战赢了，那也没有任何用啊！笑死我！你一个后堂伙计，是不是把看药书的时间都拿来看武侠小说了？你以为中医是玩游戏打怪升级就行了？谁说没有？看看，中医评判协会干什么吃的？
哪个王八蛋突然改的规则？1个小时前是医生改的规则。怎么样？有对吧？你可以夹着尾巴离开了。我会判你个后堂伙计。说吧，怎么比？这里是万民医会，有全国100名患者，每成功医治1位得1分，分数最高者不仅能获得500万人民币，还能成为万民医会的会长。我们就比谁的药方更有效。好啊，今天就让你知道，后堂伙计就该老老实实待在后堂，别以为认识几个药材就了不起。叶师傅，你是我高薪挖过来，可不能输。放心，我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后堂伙计？他就是请医圣附体都没用。别的不用说，我对你有信心。不管结果如何，你都是我的恩人。只要你有要求，我一定帮你实现。好啊，那你把倾囊一侧给我看看。你怎么翻脸这么快啊？你们几个中医是吧？过来赶紧给我看看，我这鼻子一直在出血啊！明天我要出差，可不能顶着鼻血出去吧？这算什么？你这就是内火太盛，我给你开个药方，你回去吃个半月就好了。这药方确实没错，小子，这分我就先拿下，想跟我比还嫩着呢。只是你耍我是不是？这是干什么？我药方没错呀。这方子我一天收几十条，就为止个血，西医我都不去看，动动脑子好不好？我说了，我很着急，我明天要出差，你让我吃个把月，你玩我呢你？你这就是内火太盛了，必须把火降下去，血才会止啊。我还不知道我7天加6天班，内火盛不盛我不知道，你就给我止血3天，我后面的调理就不用你管了，好吗？这我做不到。闭上你的臭嘴！又是一个庸医，一个个都说做糖几十年了，关键时刻贫血都治不了，还做什么糖？难怪是西医把你们代替。赵总裁，其实您这个病在中医面前根本不在话下，我只需要用3分钟就可以把你的血止住。你又是干什么的？他不是医生，他不能开药方。你能帮我止血吗？我废物！赵总裁，你相信我。您这是近期劳累过度，又加上饮食辛辣，导致这个热血妄行，所以你才会出血。不用慌张，我有办法。你又是干什么的？他就是个后堂伙计，没治过病，你可别信他。哟，这后堂伙计都能做糖了，我看这万民医药会就改名叫草台班子算了。你别管我是药堂伙计还是扫地大爷，我就是能把你的血止住。哟，行啊，小伙子，过来，我都吃了几十年的名贵草药了，你给我准备开什么十全大补汤啊？他不是医生，他没资格开药方。你能帮我止血吗？我废物！谁的外卖？我。其实你这个病啊，根本不需要有什么名贵的药材，只需要用2个大蒜就可以搞。我不行了，上次用大葱治病，这次用大蒜治病，你当什么中医呀？你当厨子算了吧。这也能治病？逗死我了！你今天要是能把这个血给止住，我就把这个大蒜给吃了。菜补也是中医调理的一部分。看来你这么多年中医都白学了。中医讲究的辨证论治，根据不同的症状和体质选择合适的方法。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实在狭隘。哦，你这大小伙子耍我呢？蒜我也没少吃，没起过一点作用啊！哼，我没让你吃，你可以把大蒜放在脚底下，这是因为人体的穴位与脏腑各个相连。可以通过脚底的穴位吸收大蒜的药力，起到清热止血的作用。你耍猴呢？这要是没治好，你就等着被赶出去吧。
不留了。你小子还行啊！这是张支票，6位数以下的你随便填。那我走了啊，有啥事儿和我联系。这样，您把脚底下的药蒜倒给我，这个新的蒜瓣你拿去用。这是因为刚才的蒜瓣呢已经吸收了其药力，效果会有所减弱，新的蒜瓣效果更好。谢谢你。这算什么？我不接受，这根本就不是中医。刚才谁说要吃来着？你个后堂伙计，施了什么药法？愿赌服输啊，叶师傅！你刚才可是信誓旦旦的说，我要是能把病治好，你就把蒜吃了。现在想反悔，可别丢了中医的信誉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不比了，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治病方法，我不承认。叶师傅，按规矩，既然你已经承认输了，就应该接受吊销资格证的处罚。中医之道讲究的是诚信和医德，你这样出尔反尔，如何行医啊？我不服！还不嫌丢人？滚出去！刘总，看来我不仅保住了我的嫁妆，您还得再送我一份呢。你们两个，哼！还好我早就知道，中医啊就是不靠谱。坐堂坐了几十年，把脑子坐坏了，还看什么病？目前得分最高者48分，史密斯。哎，你说这外国人怎么会来参加这个万民医会呀？史密斯虽然有一半的华夏血统，但学的全是西医技术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刘氏集团将全力引进西医设备。等史密斯成了万民医会的会长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废止中医。你们一个个废物，就等着回家啃树皮吧。刘雅欣，你不要太嚣张。中医传承已有1000年，岂是你能随意诋毁的？西医有西医的优势，中医有中医的独到之处，两者本应互相学习，共同救人，而不是像你这样一心只想着打压。凭你也配和我谈医学？中医不过是故弄玄虚，哪有我们西医有效科学？等我收购了悦维草堂，就把它改成厕所。大夫，我胃好疼啊，吃药都不见效，好疼啊！你先吃我们3颗西药，保证药到病除。这是我们西医经过大量研究和临床试验的成果，效果显著。好像真的不疼了。我之前找中医调理，吃了好久都没好。你可真是神医啊！什么神医？不过是人类近百年来智慧的结晶罢了。我们西医靠的是完善的理论知识和精密的医学技术，和某些靠感觉的骗子可不一样。太气人了！我们开药给别人调理治本，他开点止痛药治标，病人还真信了。这只是暂时缓解症状，根本没有解决根本问题。这就是我们西医药到病除。你们治病治个8月，谁知是病人的免疫系统治好的，还是你们的药治好的？什么狗屁中医，20年才能孵出一个。我去做西医生意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就能看病，这么鸡肋的职业，难怪会被淘汰。今天在场的各位中医，只要你们愿意舍弃中医，加入我们西医，薪资和待遇一律翻倍。你在中医只能当名伙计，不如来我们西医，我马上让你当主治医生。谁见了你不得尊称一声大师？何必在这里受这些劳动系的欺负？医生是救命的尊称，不是一门生意，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。你说我可以在西医做主治医师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不配当中医。凭你也配大放厥词？小子，你现在连中医都算不上，也配在我面前谈医学？真是好笑，难怪中医要灭绝，整个中医的脊梁骨居然装在你一个跑堂伙计的身上。跑堂伙计？怎么了？别忘了，你要挑战3个中医赢才能拿到行医资格证。你现在充其量赢了1个，等你再赢2个，
我们史密斯早就获胜了。一个小小伙计，给我们史密斯提鞋都不配。老夫刘景，中医从事50年，今日败在柯其梅的手上，举荐柯其梅加入中医职业。我今天也输给了柯其梅，现在有3个了。怎么只需要赢3个？算我一个。你们作弊，这根本就不能算。感谢各位的好意，其实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。行医资格证嘛，我确实懒得考。不过，医生资格证算不算？非常抱歉，赵总裁，咱们饭就先不吃了吧，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心情跟你谈生意。我的女儿生了重病，我正忙着求医呢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这不巧了吗？我刚认识一个非常厉害的小神医，3分钟就把我的病治好。有这种事呢？是，立刻带我去。笑话，你在逗我？就你一个后堂伙计，还医圣，这伙计怕不是疯了？哼！虽然我不懂中医，但你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，怎么当上医生呢？难道现在中医不仅稀缺，而且还混了水分吗？你自己看看上面怎么写的。从20岁连续用中医技术攻克7种绝症，虽无行医经验，但技术广为流传，特颁医圣为证。难道你是7大医圣里面的药神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堂堂医圣怎么会是你一个小小的后堂伙计？我只不过是过目不忘而已，我的一切成就都源自于中医古书，这就是中医的博大精深。2000年的精华，岂是你100年就可以碰瓷的？我本来佩服他的，但他也不能撒谎啊。你说你是药神，就这一张纸，打印花了不少钱吧？你就是个臭伙计，老天爷让你撞死一只耗子，还能让你升天不成？你要是中医医生，我就是西医之父了。为什么让人相信事实这么难？我倒是有一个方法。我师父是全球医学院的院长，他曾经找过药神，求过药，我只要打电话给他，就能戳穿。你个骗子！师父，我现在在万民议会，这里有人自称药神，希望你辨别一下真假。你去历练一下正好，不过有人在万民议会自称药神，那一定是假的。看来某些人的把戏要被拆穿了。小朋友，梦该醒了。那你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？药神只对配药救人感兴趣，你们那种小儿科人家没时间。我去年邀请药神过来，皇家学院为他开课他都不来。看到没？这才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。你没想到有人认识药神，戳穿了你的把戏了吧？你问问他，药神长什么样子？好，我就让你死心。师傅，药神长什么样子的？这就是最好玩的地方。我看见很多老头子自称医圣，招摇撞骗，其实医圣是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，哈哈，谁能想到呢？所以肯定是假的。院长，最近还好吗？哎呀，药神，是你的声音？是我的声音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全球医学会你不来，你去那个小会干什么？过家家嘛。工作太累，出来放假玩几天。听说这个史密斯是你徒弟？他现在就不是了。您什么时候有空继续来我这里工作？我这里有一个8000万。还有什么怀疑吗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医生？我不相信！医生又怎么了？我师父怕你，我可不怕你。我的积分有49分，你只有1分。我照样是万民议会的会长。药神又怎么了？在万民议会这事情上，你输定了。各位同僚，现在情况紧急，我们应该以中医的荣光为重，让我们把积分转让给医圣，让西医明白中医是不可诋毁的。我愿意转让。柯其梅49分，怎么可能？你们西医永远也不会理解，中医从来就不是一个人，我们靠的不是机器，我们走在每一个人的肩膀上。
孙总，就是这位小伙计，这位是杭城首富孙经理，只要治好了他女儿的病，一切都好说。小子，就这个病，今天中医和西医一定要分个高低。怎么回事？身体器官都很正常，但是活跃度却不高，体内也没有异物。你说啊，你查不出病因？这一直都看不出病因，我怎么下药啊？孙小姐，可能是成了活死人，能不能行，就看天意了。我去你个天意！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救不活你算什么医生？就算我治不好，难道他就能治好吗？他不是药神吗？他就能查出病因吗？孙总，你女儿的病确实奇怪，我也摸不准。看吧，他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但是我可以给你女儿提供最先进的医疗设备，可以让她保持植物人的状态，活得更久。但我可以让她醒过来。真的？你真的有办法？你去抓这几个草药。好的。你打算怎么治？这家伙根本没有用，病人处在昏迷状态，就算注射也无法施手。你死心吧，治不好的。你可以小瞧我，但不要小瞧中医。这些药确实不是用来喝的。这样，你去准备一个房间，全部封闭，然后除去孙小姐的衣服，用火煮沸药草。这怎么治法？人就算陷入假死状态，只要还活着，就会呼吸。我这个方法就是让人体在呼吸的时候把药力吸收，或许这样孙小姐就可以醒过来。只要醒过来，我们下药治病就会方便许多，或许孙小姐就有救了。好，小李，把万民医会旁边那栋楼买下来，让所有外面的人过来给我熬药，真是神医呀！这么多医生都没想到，别得意的太早，能不能治好还不好说呢。他不会真的把孙小姐治好吧？那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弃？救人也许很难，但是杀人就不难了。杀人？你是说为了避嫌，进孙小姐房间煎药的都是女性，你把这包药放进她的药锅里，保证必死无疑，治死了首富的女儿，她一定会身败名裂。看你们忙不过来，我也来帮帮忙。好的，谢谢。我来帮你。可以啊。没想到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药神。其实我只是阅微草堂的一个跑腿伙计罢了。燕总是吗？不知道你对我们孙氏集团怎么了解？有没有什么兴趣合作一下？当然有兴趣，孙总。别得意太早，能不能治好还不好说呢。哪里来的丧家之犬？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？只是提醒某些人，我们西医有世界上最好的医术，连我们都查不出来。你贸然用药，说不定会把人害死。你小子就凭你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孙小姐吐血了。什么？女儿，你怎么了？女儿，你怎么回事？谁放的毒药？什么？哈哈，什么毒药？分明是你这个庸医农药成毒，这下好了，彻底没救了。早知道听我们西医的多好，还能活很久，说不定还能醒过来。就是因为你们相信什么中医，才害死了人。这就是你给我介绍的神医？姓柯的，我不管你是不是药神，敢害死我女儿，我让你身败名裂！
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报警抓人！一个进了监狱的医生还能叫医生吗？今天这场大会我史密斯赢定了，中医就应该被废止。孙总经理，现在把孙骁送到我们西医医院，说不定还能恢复成以前的样子。要是继续交给他，那就只能准备后事了。闭嘴！谁说没救了？什么？还有救？孙总，你运气不错，孙小姐本来被人下了毒，但是被那些微量的毒元素却激活了身体器官。本来我不想冒险，但是现在我只需要用中医针灸刺激她周身穴道，就可以救活她了。你还想要照样装骗？真是恬不知耻！难道中医都是你这种不把人弄死就誓不罢休的骗子吗？孙总经理，你现在还要把你女儿的命放在她身上吗？毒，如果柯奇梅治不好孙小姐，我敢一命赔一命。刘雅欣，你敢拿自己的命赌吗？还是说，其实就是你下的毒？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他害了人，凭什么我要赌？都闭嘴！能不能救活，你们看着就行了。女儿，你没事吧？真醒了，真醒了，这都能治好。孙总，孙小姐虽然醒了，但是体内还有毒元素，这个月还需要服用中药调理，不能下床。多谢神医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质疑医生。孙总您别客气，治病救人，医者本职。现在的问题是谁给孙小姐下的毒？总经理，刚刚雾蒙蒙的，我没看清，他好像在熬药的时候进来过。什么？我不是，我没有。柯奇梅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这么诬赖我？爸，虽然我一直在昏迷，但是外面的情况我一直能感觉到，他确实进来过，还把药放进了锅里。刘雅欣，难道我女儿也诬赖你？孙总，不关我的事，是他，都是他让我下的药。你个疯婆子，你下的药关我什么事？孙总，快把他抓走！你放屁！明明是你给我的药，还说什么只要医死了人就能让柯奇梅万劫不复，都是他干的。两个都带下去，都是他，不关我的事。干的。我要让你们知道得罪孙家的代价。冤枉啊，孙总，冤枉，冤枉！多谢医生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很难再见到我女儿了。中医真是神奇啊！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其实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，都是救人的本事。只要能救人，就是好医术。虽然我是中医，但是我制药的器具和方法也离不开西医的发展。只是有些人固步自封，才毁了整个行业。说的太好了，以后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如果有什么事儿，随时找我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什么？孙总，有人听说医圣在这儿，把门都堵上了，要见医圣。大家都听我说，医生就住在这栋房子里边。今天把各个门都堵住了，一个白头发老头都不能放过。哎，小伙子，小妹子，看你俩的穿着，是这里的实习生吗？医圣人在里面吗？在的，在的。